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七个不小心，我是小七。今天要带大家来体验这台绅士 Zontas R310。这一台 R310 其实是一台街车，是和 T-Moto 那里借来的一台，因为就刚好商家吃进来，然后想换更高阶，所以就有了这一台 R310 借给我们测试。这台 R310 呢，其实是一台我觉得我不能讲万能，但是我讲多功能街车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其实这一台车很适合新手。然后这台车的调性啊等等啊，都很适合在不同的场合，比如说像市区，当它路上有坑洞啊，比如说过这个坑洞，没有到非常的糟糕，所以它的悬吊的特性也偏软，比较适合在都市骑乘或者是有坑洞的地方。那在进行逆转舵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它的稳定性也是有啊，比方说像我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转，然后它的稳定性也是不错。然后整台骑起来的话，它的骑姿其实都还不错，它其实是很舒适的一个骑姿整个操控它也不会太宽，所以整个转角啊还是直路啊都很不错，都很好开。那不晓得你们是不是听得到我收音？因为这台车的前车主就有改过管，所以非常的吵。然后当我拿到这台车的时候，骑在路上也觉得很压力，因为太吵了感觉会影响到其他人驾驶或者是路人等等的，所以其实不是很喜欢这台车的改管。而且因为它是单缸，所以改起来呢，其实没有很浑厚，但是它很响亮，它没有到很厚。老实说，目前为止原厂管最好听，我觉得还是 Benelli， 它的管很厚，即使它是单缸它也是给了一个多缸的感觉。那这台车呢，其实它的前面很宽大，所以看起来很战斗，非常的战斗。前面的液晶是应该单色，只有那红色是红色。我觉得那红色也不是液晶，而是印上去吧，我感觉。然后配有 ABS 也是可以开关。那这台车还有一个我刚才讲的，就是电控。这台车电控真是很多，然后Eco就是省油模式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前车主呢把那个望后镜给拆掉，所以目前我们装上了一个暂时的小的望后镜，但是呢，因为刚开始走不进，然后就跌掉了，也不知道到哪里去，所以现在就一边。那等一下我们测试完了之后会再回去装还是怎么样的。那另外呢，这一台车它的配备我就不在这里提，我会打在荧幕上面给大家看，大家自行可以去研究。等一下我们会去到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来测试一下它的性能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前叉其实很大只，然后单缸脚踏的位置也是很舒服，要夹着这个油箱也是 OK 只是稍微有点滑。要的话，这个地方其实应该可以加一个防滑垫吧，但是我觉得有点难加，因为它菱形的问题。这一台的调性，当然它的低扭很强，让我想起了之前骑过的 Duke 390，可是因为390是390cc，而这一台是300cc，所以它可能在那个级距就已经是有一定的扭力输出，可是刚才我一转，它马上来的感觉，有一点像是它的调性调教的，有点像 KTM 390。那我有点怀疑这台车，不知道是不是仿 KTM 的一个作品，就是
是很多相似之处，比方说它的电控，或者是它的低扭爆发力的调性啊，然后它的骑姿也是很相像。所以刚才讲了，这台车其实它的悬吊会偏向舒适，所以刚才过了好几个比较不平的路啊，比如一些坑啊，或者是一些隆起来的地方，都很舒服。好，现在我们去加油站加油，顺便给大家看一下很酷的电控台那个加油盖。看到了吗？就那么简单，其实也不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。接下来会向大家示范一下怎么样开，怎么样关。才这样试骑了一下子，觉得在一致震动上面呢，这台车其实做的还不错，就是手把一点点然后脚踏一点点。当然我也不是去到高转。那刚才在那条直路的行驶感受，这台车的骑姿其实真的是偏向舒适，也不很战斗，只是这里会有一点点点头有点严重，所以刹车是不错，刹车一刹就有，不管是前刹后刹都咬得比较紧。只是点头的话，可能会对操控不是很友好，就是你要停下来的那感觉没有那么快到，因为它还在点。所以如果有要买这台车的车主，要买就换前叉，不然的话你就习惯它的点头，我觉得是没问题。这台车其实我觉得很适合给新手啦，就是你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类型，你是比较喜欢跑车型，还是街车型，我觉得这台车你都可以体验得到，而且也是有电控，也是你可以看看你自己到底喜不喜欢电控，还是你比较喜欢没那么多控制。比如说还要动力有动力，还要扭力也是有扭力。可是我觉得因为它单缸的关系，我觉得它的 top speed 它的最高速度也不会去到哪里啦。可能120、130，可能140，我觉得也就到那里。整台车的操控其实是蛮轻便的，而且油箱也好夹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一块，等一下车子停下来才给大家看一下。它油箱也好夹整个操控也 OK， 骑姿算直，然后它的悬吊也算舒适。像我没有减速我直接上稍微跳了一下。但是还好，还可以接受。目前我骑过最烂的悬吊就是 NMAX NMAX 的悬吊真的是烂到不行。过一阵子我就会去进行升级啦。因为它的后面的那个回弹太强，所以它一直骑久腰会痛。所以 NMAX 的一个很大的缺点就在这里。这台车身很轻，可能因为它单缸的关系比较轻，然后它的坐垫也是蛮软的，所以我觉得用这台车去体验一下长途骑乘的话也是很不错。我觉得这台车给我骑上100-200公里，我都不觉得会累，因为它只是坐得很舒服。这台车我觉得我大概抓到脚要怎么放。等一下我们停车的时候会示范2个，就是以我的脚的长度来看，我要怎么样固定自己在这台车上面。那第二个东西就是这里有一个缺陷现在给不了大家看，等一下停车的时候会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说回来，这台车是 Zontes R310，那这是旧一代的版本，新一代版本叫310R，所以这是它的差别。所以你不要在网上查找最新的310R，结果我看到的是 R310的版本。
那具体上 R310和310R 有什么差别？其实我还没有做研究，所以这一点如果我们做了研究，再向大家报告。现在过这些坑洞啊，我觉得它的悬吊都还蛮适合给这种路啊，所以我觉得它有点轻度的长途摩旅，也是有轻度的街车，但是你讲跑车，我觉得应该不太有了，它也是街车的一个属性。骑到一半，看到了这一间在古晋蛮出名的，我们说卖椰子水的地方。每次当然全古晋只要讲到这个，我们叫 coconut shake， 应该是叫做椰子奶昔吧，然后就会首推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叫做 Serabi Virgin Coconut Shake。那今天就不喝 coconut shake， 今天是来喝椰水。Hai, air kelapa satu? Oh, yang botol itu. OK。今天没有新鲜的，都是装瓶的。Berapa? OK。那个，好。这就是椰子水 ，fresh coconut water with milk， 就是有椰肉的椰水啦，这样子讲。好，这台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继续骑。好，骑乘了一轮回来，现在来就要做一个分享给大家。这一台 Zontes R310， 其实我觉得是一台很不错的车。首先它的操控性和驾驶骑乘三角都很舒服，你要拿来做长途骑乘摩旅也没问题。然后刚才也试了几个弯道，我觉得它的稳定性也是还不错。你要下，然后下的比较多一点点也没问题。你看它轮胎的那个地方，刚才也是有。可以去到多一点点，可是我不敢再下了，因为毕竟不是很熟悉这个胎，所以整体的操控性上面呢，我觉得还蛮满意的。然后刚才也讲到它的悬吊有点软的一个部分，前面有点软是没有错，尤其是在刹车的时候点头非常的严重，所以要怎么样去改，怎么样去换，这个要看店家可以怎么样给你建议，可能换一下它的那个前叉油，可能有改善。然后刚才我讲一个东西，它的坏处坏处是什么？有看到这个凸起来的部分吗？如果中间这里没有那么凸的话，其实它，就是撞弹对吧？这里一直在撞弹，尤其是当你在刹车的时候，你就稍微撞一下。如果只是往内的话，那脚可以夹住的两旁，它会帮忙缓冲一点点，所以它其实有点滑啦。然后刚才讲在夹的地方，我差不多夹在这里。所以可能你只能贴在这里那个防滑垫，可是它是有点有棱有角，所以我不懂是不是可以贴，我也没有贴过。那再来的话呢，椅垫是不错，其实椅垫是很不错，蛮软的，而且这也蛮宽大。那给后座的话，我觉得街车都是这样子吧，它的尾巴都会比较翘，坐的人当然没有速可达或者是真正的多功能车舒服。好，那还有什么东西呢？在短时间之内，我也没办法测到它原厂的排气管，可这个排气管实在是对我来讲真的很糟糕，很潮，然后很烦，所以我真的不喜欢。那电控还是要称赞一下它的 keyless。那 keyless 的话，当然也就像之前 Y16 介绍的时候一样，就是你必须要把这遥控带得很近，你才能够启动。那你离开的时候，它可能就会熄火。但是我没有真正去做测试，但是方便很多，我去上下车。可是它有一个锁还有一个锁的一个系统，就是当你锁掉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把龙头摆上左边，那它就会把锁住，它就不会再吵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这个 keyless 是比较有水准的，我可以这么讲。那 Y16 可能就比较简单纯的锁。那其实我也是有点不太中肯因为这台车比较重，所以当我要停车或我要怎么样去进行的时候，会稍微比 Y16 还要笨重。Y16 因为很轻便，整台车很轻，所以你要离开就马上离开。
你要走就马上走，所以它 keyless 是一气呵成啊，可以这么说，一气呵成。可是这一台呢，它的 keyless 没有很方便，它有很多安全的步骤，所以我觉得反而钥匙应该是比较洒脱一点吧。但是钥匙呢，就有那种拔不出来的一个困惑，或是插进去然后不能转啊，还是等等这样子的事情。那我相信未来在 keyless 方面的科技应该会改善很多。那刹车没问题，除了点头之外，所以改善点头就 OK。这车适合什么样的人呢？我绝对可以推荐给所有的新手。然后动力类似 KTM Duke 390，但是它当然没有390那么的狂暴，而且它调教也没有 KTM 那么的暴力，可是很像，非常的像，一转它就是来。那它的油门啊、反应啊也是 OK， 只是悬吊真的是要看怎么样去调一调。骑乘三角我觉得很舒服，它的脚踏的部分啊这里很好，脚踏这里很好，做得很好。比起 Benelli， 我真的是要给 Zontest 一个掌声，一个点赞，很舒服。Benelli 呢，很多车都是很奇怪，上半身像街车，下半身像跑车。这台就是街车设定，甚至它有一点点多功能车，可以适合长途，又适合在都市骑乘，所以它其实是适合新手啦。那透过这台车，其实你们可以把它当成入门街款。如果你喜欢往街车的方向跑，那透过这台车你可以感受得到。那如果你想要跑车一点，那它的速度感也可以让你体验到，可能你加了一台跑车更加得心应手，或者是你更加喜欢。那或者是你在长途骑乘，你可能骑1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直路弯路，你很喜欢像这样子软的比较 RV 的形式去骑车的话，那可能以后你在升级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往多功能车去进行升级。那再来，你可能喜欢电控，那你可能可以考虑BMW、宝马的车系，或者是稍微便宜一点点 KTM 的车系。当然 KTM 没有便宜到哪里。然后或者是可能再继续考虑Zontest它比较大 CC 大马力的车子。好，今天试骑了这台 R310，那感觉非常的不错，整台车非常的平衡，我可以这么讲，很平衡。动力要有动力，有扭力有扭力。那高速可以去到我觉得140、150公里每小时是没问题。然后舒适悬吊设定都是偏向舒适取向，过弯也 OK 稳定。我刚才过弯起来都不觉得很压力，都觉得还 OK。除了前叉后悬吊要改一下，然后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。可能那个电控你要习惯一点哦。还有晚上也是很漂亮哦，这些电控这些按钮都是有红色灯还是橙色灯忘了。好，一个灯在这边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很开心和大家分享这台 Zontest R310。R310是旧版本，新的是310R。那有机会的话，测试到310R，再和大家分享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